徐凯与谭松韵。当网友开始比较两个人的发展，我们真正该讨论的到底是什么？最近，关于徐凯和谭松韵的话题又一次冲上了网友讨论的焦点。有人说，谭松韵的发展越来越稳，徐凯却迟迟没有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新作品。也有人认为，把两位演员放在一起比较，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。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，我没有第一时间站队，反而想认真聊聊，当两位演员走到不同的发展阶段，我们究竟应该看什么？在娱乐圈，热度从来不是唯一标准，真正决定一位演员能不能走得更远的，是作品、实力、市场认可度，以及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。而这也正是我今天最想讨论的话题。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，你会发现，徐凯和谭松韵其实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。谭松韵属于那种典型的慢热型演员，她没有一夜爆红的神话，也没有靠一次营销就长期霸占热搜。她几乎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，从青春校园题材到都市情感剧，再到古装、现实主义题材，她一直在不断丰富自己的作品类型。不少业内评论都认为，谭松韵这些年的优势不仅在于童颜，更在于她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表演状态。观众能够相信她塑造的人物，这种信任感比一时的流量更加珍贵。很多人喜欢她，也正是因为她身上没有太多刻意制造的话题，她更愿意让作品说话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这种演员虽然不一定天天出现在热搜，却往往拥有更长的职业生命力。真正优秀的演员，不是每天都有新闻，而是每一次出现都能让观众记住角色。这一点，谭松韵一直做得不错。反观徐凯，必须承认，他拥有非常好的外形条件，无论古装还是现代装，他都具有很强的镜头表现力。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。早期几部古装作品也帮助他迅速积累了大量粉丝。但与此同时，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也开始被不少观众讨论，那就是角色同质化。很多网友认为，徐凯近几年饰演的人物，在气质、性格甚至表演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他的演技没有进步，而是市场越来越成熟，观众的审美标准也越来越高。仅仅依靠颜值已经不足以长期保持竞争力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每一次突破舒适区都意味着一次新的挑战。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演员，往往都是那些敢于不断尝试不同角色的人。我发现网络上还有一种声音特别有意思，有人喜欢把两个人的发展放在一起比较，甚至用谁带谁谁拖谁后腿这样的说法去定义两人的关系。说实话，我并不认同。演员之间因为合作一部作品建立默契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作品结束之后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，没有任何一位演员可以一直依赖另一位演员前进。真正决定未来的，永远还是个人能力。娱乐圈从来没有所谓一辈子的搭档，有的只是不同阶段的合作伙伴。因此，与其讨论谁成就了谁，不如看看他们各自在职业道路上做出了哪些努力。其实，这几年整个影视行业都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平台越来越谨慎，观众越来越挑剔，资本对于演员的要求也不再只是流量，越来越多制作方开始强调角色适配度、表演完成度以及市场口碑。这意味着每一位演员都需要重新证明自己，哪怕曾经拥有爆款作品，也不能保证下一部还能成功。所以，我一直觉得，把一位演员暂时没有新剧播出，就简单理解为停滞，其实并不准确。影视剧制作周期很长，从拍摄、后期、
送审到排播，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。很多时候，并不是演员没有努力，而是作品需要等待合适的播出窗口。当然，等待并不意味着可以停止成长。对于演员而言，利用空档期提升表演能力，尝试新的创作方向，同样重要。再来说说谭松韵，很多业内人士评价他时，都提到一个关键词：稳定。稳定不意味着没有突破，而是意味着他能够持续输出达到观众期待的作品。这种能力其实比偶尔爆红更加难得，因为娱乐圈最难的不是红一次，而是一直保持竞争力。谭松韵这些年的作品类型越来越丰富，也说明他正在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。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，背后需要大量积累，也需要一次次挑战不同角色。作为观众，我更愿意看到这样的成长。当然，徐凯也并非没有优势。事实上，不少业内分析认为，他依然拥有很强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关注度。只不过，如今观众期待看到的，不再只是熟悉的古偶男主，而是一个能够不断突破自己的演员。如果未来能够尝试现实题材、悬疑剧或者更具挑战性的角色，也许会带来新的惊喜。任何演员的发展都不会是一条直线，有高峰，也会有调整期。关键在于是否愿意主动寻找新的可能。再看看网友们的评论，也能发现大家的观点其实相当多元。有人留言说，希望两位演员都越来越好，没有必要比较。双引号。还有网友表示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作品，而不是无休止的制造对立。双引号。也有人认为，演员之间的发展节奏不同，本来就是行业常态。双引号。当然，也有不少粉丝期待两人未来还能有新的合作。毕竟，当初作品留下的角色记忆，依然让很多观众念念不忘。这种期待本身就是对演员最大的认可之一。在我看来，如今影视行业已经进入一个更加理性的阶段，观众越来越关注内容质量。演员之间真正比拼的，也不只是热搜数量，而是作品生命力。今天的话题看似是在讨论两位演员的发展差距，实际上更折射出整个娱乐行业的发展趋势。流量可以带来关注，实力才能决定未来。这一点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一样成立。所以，与其争论谁领先，谁落后，我更希望看到两位演员都能够拿出真正优秀的新作品。因为最终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热搜，而是角色。真正能够被观众记住的，也永远是作品本身。最后，也想把几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大家。你认为演员的发展应该更多看热度，还是看作品质量？徐凯未来最应该尝试哪一种类型的角色？谭松韵目前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部作品是什么？如果未来两人再次合作，你还会期待吗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观点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娱乐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这期视频，也欢迎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将持续关注华语娱乐圈最新动态，带来更多有观点、有深度的内容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